今天呢人在嘉义，看起来睡也是轻松，因为我5点就起床了。真的没有想到嘉义原来离台北有点距离。这次回来2天，然后我们会去吃。第一站要去吃凉面。这2天决定要用走的玩嘉义，因为如果没有走路的话，应该吃不下这么多东西。这次来嘉义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这一盘凉面，我就一直都知道嘉义的凉面是会加美乃滋加白醋的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，我也很难想象这个味道，所以就想说这个假期直接冲嘉义。有名的凉面其实蛮多家的，但是我今天挑的是一家叫公园老店凉面，反正是观众推荐的。然后现在连假，但是其实人也没有特别多，感觉是一家比较隐藏版的店。这家算很无聊的。凉面上来的时候只有麻酱跟美乃滋，我本来以为风味会蛮浓烈的，就是可能会有美乃滋的酸，然后麻酱的咸之类的。那意外吃下去非常的清淡，就是美乃滋，我觉得它只有口感滑顺的作用，并没有很重的那一种奶味或者是酸味。刚才发现桌上有一个非常贴心的牌教你怎么吃这个凉面。他说那个凉面本人呢是没有味道的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就是慢慢一边吃一边加入一些调味料，然后就会有不同的层次。我刚才爆加了1波蒜。加蒜就对了，加蒜超对的，加蒜对到爆。那蒜是很辛辣的那一种蒜泥，香味非常的香，味道对到让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个面其实蛮冰的，是真的凉面，很油，然后它的弹性也还 OK。太好吃了，它的辣是油泼辣子那一种，就是里面会有脆辣椒的那一种红油的辣。大辣以后，其实整个面的味道主导会变成辣味，然后再加上，我觉得这时候美乃滋就很重要，因为那个美乃滋的奶味会有点中和到那个辣味，然后就是变得有点辣奶油的感觉，很好吃哎。我也觉得哪个好吃？我是宽面派的。你是宽面派的？小碗的40块，如果它这个在我家隔壁的话，我真的会每天点。现在带着很臭的嘴巴，要来到第2家奇幻咖啡，真的很臭，那个蒜味真的是太臭了，我连在说臭的那一秒都有蒜味飘出来，好可怕。嘉义的这种咖啡小店真的超级多，就是光是观众给我的推荐，我就起码收藏了6家，6家里面我就选了一家我最想喝的，就是奇幻咖啡。那咖啡选项就跟它的店名一样，有很多很奇幻的东西。它光是柠檬咖啡就有4种口味，分成春至、冬至，不是冬至，春至、夏分。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，就是用4种不同的方式演绎柠檬咖啡。然后我现在手上这一杯呢是夏至，上面这一坨超大的柠檬冰淇淋，是看到的直接视觉温度就减2度。好酸，超好吃。它的柠檬味是暴击的那一种，我现在要一直吞口水，不然口水会喷出来。不行。我是吃咖喱饭也要分开来吃的人，不可以混在一起。我觉得是走浓郁派的西西里，一般西西里会柠檬跟甜的香气比较重，但它的咖啡香气就是炭焙味蛮明显的。妹妹的茶卡布，先收一下水，偷喝一口。这什么茶？茶卡布听起来有点问号，我以为是没有咖啡因的，但它其实是卡布，然后加上茶粉的感觉。它的茶有一种煎茶的感觉，就没有焙茶那种很后烧的香气，就是只有一个淡淡的茶香，然后最后还有一点甜味。那个甜味我都有点分不出来是奶甜味还是茶粉的甜味。我刚才一进来看到门口贴了超大一个红布条，写说老板是冠军，我觉得老板有冠军，冠军在这，我妹在这，这是我现在的表情。我要跟外妹分道扬镳去排队了。现在我们想吃的店呢，每个都大排队。拜拜。真的排队人
潮蛮多的，但是我外带大概等了10分钟就拿到了，好香。它外带的话是可以选择加鲜奶油的，所以我在这个很罪恶的海盐焦糖司康里面再加了鲜奶油。我妹的表情是，这个司康分量感超级重，然后超大一个哎。我刚才就是要去拿烤好的司康的时候，店员还有说你是魏魏吗？啊，魏魏吗？然后我就很开心的说，对，就是我。我现在有点不好，现在有点不好意思说话，怎么办？湿润的，比较粘在一起的那种口感。我们换一颗吃吃好了，这一颗是芋泥，这颗口感非常正常。刚才那一个海盐司康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上面有花生酱，加上中间有鲜奶油的关系，吃起来就是偏黏口。但是这一个司康是表层松脆，然后里面酥软的，刚才还在那边求生欲的半死，但这个是好吃的，是好吃的。里面的芋泥超大一球哎，是非常清甜的芋头馅，吃起来不会很有负担。啊，我突然好后悔没有点那个柠檬抹茶的口味，是不是听起来很好吃？对啊，我为什么要点？我就是看那个花生酱，要点了这一个，但我其实也没有那么爱花生酱、海盐什么的。可能这一颗我吃的不是那么习惯，大家可以来找一点有包馅的 shit。还好应该没事，看起来人没事。那2台车很大力的撞在一起，那气氛好凝结哦。现在所有人，现在方圆是100公尺里面每个人都凝结了。嘉义的路其实都蛮好走，都是那种方方正正的格子。可是嘉义的路都偏小条，然后很多路都没有红绿灯，所以真的你过马路的时候就是看大家的默契。但其实就蛮危险的，因为可能会有一些默契比较不好的时刻，像刚刚。再来是妹妹排队的杰作，玉香屋。其实我个人对这种水果系的饮料就是没有什么执念，但是玉香屋真的太多人推荐了，而且很多观众还推荐我说一定要加梅子，就是不只推荐我店，然后还把品相都推荐得非常清楚。然后我们刚才经过玉香屋的时候，其实看到很多人在排队，我就跟我妹说，这是个葡萄柚绿，我不喝也没关系。但是我妹说她上次来喝超好喝，所以我就还是买了。我现在对它期待超高，超级清爽。我觉得之前喝的葡萄柚绿。会葡萄柚味很重，然后会有一个苦味，但他们家的葡萄柚完全不会苦，蛮妙的。就只有葡萄柚的那个香气，还有果粒，然后最后就是 landing 到茶味。你刚才讲什么？哦，它可以调甜度，我是点微微，但它最低好像没有微糖。最低微糖，然后你点微微，那你蛮叛逆的哎。不是微微，是微糖微冰。哦，真的有点饱，决定来大家推荐我最多的一个景点，就是嘉义旧监狱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很多网美喜欢在这里拍照。这一面墙有什么好拍的？找半天发现根本没有人在这里拍照。对不起，我没拿赛。再来是这家高雄老周烧肉饭。开玩笑的，因为我在等排队，有点太无聊。我们是要去吃这一家。它一排队名店生存秘籍，就是买外带，然后来公园里面吃。这一家桃城三和也是观众推荐的火鸡肉饭，它不算是嘉义最有名的，但是我觉得最有名的店连价应该会排到疯掉，所以就想来找一点小众一点的店。然后这一家呢，它就在嘉义公园的旁边。嘉义公园正好也是我 Google Map 上面有收藏的一个点，因为有观众说这里面的溜滑梯很好玩。我本来以为会没什么人，结果现在这个公园里面超多人，就是感觉每个溜滑梯都要负责4到5位小朋友。我就觉得算了，我不要加入这个溜滑梯的战争，还是来吃我的火鸡肉饭比较实在。我们点的是小家菜，就是小份的鸡肉饭加上一些菜。这一盒大家猜多少钱？大家心中先有一个答案，你们就会很惊讶，就是这一盘只要50块台币，有一半的鸡肉饭，然后一颗超大卤蛋的。然后它这颗蛋有点太大了吧？这颗蛋有一个脚踏车刹车阿伯，非常之尖锐。他怎么可以忍受得住？他是不是听不到？等一下，在公园吃饭有个问题，就是会有苍蝇。在嘉义呢，没有吃火鸡肉饭，真的会很像没有来一样。
然后我刚才吃了一口以后，沉默了3秒，因为我就觉得这是好吃的火鸡肉饭，但是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。我刚才有仔细品味了一下，就是首先我觉得它鸡油味非常的香，鸡肉饭上面是淋了1勺鸡油，感觉是还有再混一点酱油，然后再来一点油葱。我很喜欢它上面有点脆的，就是红葱头酥，鸡肉软嫩以外，还加了一点脆的口感，我觉得这蛮加分的。我现在开始怀疑这颗蛋是鸭蛋，因为它有点太大颗。那吃起来有什么差别？我才刚咬下去，它的蛋黄味很鸭，比例真的不太对啊，很大一颗蛋哎。我无法想象50块可以买到这么一大盆东西。觉得是好吃的鸡肉饭，但是你不会吃到以后觉得哇，我要搬来嘉义。没有，我觉得我吃到凉面的时候才有这种感觉。是不是应该点鸡片饭？但还没有鸡片。哦，它没有鸡片饭。不小心路过了一个酷东西，福义轩凉蛋卷。在 Instagram 上看了100次的凉蛋卷，它好像就只有在福义轩的门市有卖，所以刚才看到的时候就觉得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但因为吃康色的芋头，所以刚才就点了一个抹茶红豆口味的。你记得小时候老妈有说救护车的时候要念阿弥陀佛吗？然后要念7的倍数，所以我刚才念21遍，就等得有点久。凉蛋卷呢，就是在一个很粗的蛋卷里面空心的地方灌入奶油。我觉得这个红豆抹茶口味呢偏甜，会吃进去会感太甜了吧？但是它的口感超级好，就是外面很脆，然后有点蛋香，然后里面是我觉得蛮流动的那一种奶油馅。我觉得它如果能做1分糖的话，会很优秀。今天下午4点10分左右，跟我妹呢，就是又散步到了我们要吃晚饭的地方。它是一家很热门的咖喱店，然后我们想说，它4点半可以开始登记，4点10分来应该天衣无缝吧？4点可以登记，所以我们有可能不是第一个。登记完毕了，然后我本来以为是自己去那边写小本本而已，可是其实老板是在那边就是一边备料的。然后你来登记的时候，他就会给你一个时段，你就在那个时段过来就可以了。这样比排队的方式真的好了非常多，就是你只要提早来登记，你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你什么时候回来就好了，节省非常多时间。那现在距6点15还有2个多小时。你是要去吃阿红师的意思吗？没有，大家等的时间就可以去吃阿红师。这附近其实又还有很多吃的啦。我现在吃不下任何东西，我要去散步。6点12分，很准时的来到大人味咖喱。嘉义咖喱，不是嘉义。嘉义呢，除了咖啡店非常多以外，其实咖喱店也很多。这一家大人味应该算是非常有名的。其实我另外还有看到一家叫什么好味之类的，反正就是有非常多这一种就是需要排队的，然后很认真经营的老宅咖喱这样。大人味它里面的就是装潢，我觉得蛮宽敞的。我觉得很有趣的是，老板的厨房面积非常的大，就感觉是一个很享受料理的人。温和的味道，但又不会盖住那个酱的味道。就整体很和谐。香。我们真的是一家人，都是饭跟咖喱酱不可以混在一起的，混在一起会生气。吃饱饱，我刚才才发现，原来我们是幸运的倒数第2组客人。就它每一个时段好像只有限量18份还是20份的样子。然后我们是4点10分来登记的嘛，竟然已经是倒数第2组客人了哎。先说结论好了，就是我其实蛮喜欢这一家大人味咖喱的，但是没有到觉得很深的那种地步。就它的咖喱的话，我觉得是数1数2吃过层次非常丰富的。就你吃进去的时候会甜、咸、酸、苦的味道其实都有，但是又做得非常的平衡。然后那个辛香料的味道其实是相对非常多家咖喱来讲蛮浓烈的。然后我自己觉得蛮喜欢的，我也觉得是苦跟酸，因为我觉得会比平常那种比较甜口的咖喱多了一点层次。汉堡排非常的厚一块，而且里面肉汁很多，它吃起来是比较松散的那一种。它表层就是煎的有点微焦，是我最喜欢的部分。因为其实内层的话，我觉得它口感偏软，然后味道也是走一个清甜派，就是肉味并没有特别突出。但
我妹的那一个烧肉就真的很厉害，它是腌制过的 choice 牛肉，然后一片嘛，然后放在那个炭火上面烧，外面是炭焦的，然后肉质非常的柔软，你还可以再加一颗生蛋黄，就是多一个蛋黄浓郁的那种奶香味。有看到烧肉的话，请吃烧肉，然后也要再称赞一下，就是它的饭每一颗都浑圆饱满，然后是走 Q 派，而且大家就是感情虽然好，可以结成一团，但是不会黏在一起。然后旁边的那个烤蔬菜什么的，就是很正常，但是它有一个香蕉，就是蛮妙的，咖喱加香蕉一起吃，还蛮好吃的，但是就很妙，而且价位也不会特别贵，就是250到290之间，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价格，所以还是蛮值得一吃的。现在大家晚上7点多，远方的阿红仍然排超多人。我也是没有要凑热闹了，我要回家。我今天真的是太饱了，就在我说完要回去休息的那一秒，我妹说很想吃豆花。你真的很会做节目效果，你真的还吃得下？我觉得咖喱很好吃完就有开胃的感觉。OK， 平安豆浆豆花吃。平安豆花大排队，豆浆豆花红豆芋头地瓜圆。长得成这样，神秘的东西。它就是一个好吃的豆花，但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只有那一个豆浆冰沙，觉得冰沙吃起来就是只有一个蛮甜的味道，可能是因为太冰吧，所以其实你没有办法感受到很浓烈的豆味。然后配料的话就蛮正常的啦，但是因为没有排太久，而且那么一大碗才55块，我就觉得吃了不会生气，但是我是觉得好像没有必要特别来吃。好，大家嘉义有什么喜欢的豆花，在下面留言跟我讲好不好？我这样会不会得罪很多人？你应该没有要吃了吧？没有。好，那就好。大家明天见。大家早安。早上呢，我在去吃凉面的路上，发现了一家很可爱的小店。Google Map 跟 Instagram 查了一下，这个鱼燕家是嘉义蛮有名的一个炭烤吐司店。现在计划赶不上变化，凉面的话就看看等一下吃不吃得下。但是我要先吃这家鱼燕家的炭烤吐司。外面看起来没有特别大，但是里面的环境非常的空旷舒适，然后装潢就是蛮标准的老宅风，就是有一些漂亮的花砖，然后配上一些木头色的家具。觉得这个空间因为采光很明亮，所以整个蛮舒服的。超巨的炭烤吐司，它都有3层楼吐司，顾名思义就是看起来有3层这么高。我们点的是日式胡麻猪口味，看就是猪肉，感觉腌得很香，然后中间超厚一层生菜，夹了一片吐司以后，下面有蛋，还有一些洋葱之类的。你本来以为胡麻猪会是比较清淡的猪肉，然后配上胡麻酱，但是它的猪肉其实腌得非常的入味，是那种传统的烧肉感。生菜超新鲜，苹果赞，然后搭配上应该是番茄酱跟照烧酱，还有一点美乃滋，酱的层次也很够，好吃哎。抹茶浓浓奶酥厚片，我就看着三明治，想说这三明治88块这么多料，然后这个奶酥厚片一片90块，到底什么意思？但是我一切下去以后，就瞬间原谅它了，因为它奶酥有这么厚。爱椒吐司派的人可能会有点小生气，因为它的吐司真的是走柔软路线，有点像生吐司那种感觉。那种爱超苦抹茶的人可能会失望，但是以一个早餐浓度的抹茶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它恰到好处，就是又有茶味又有甜味的。吃进去其实吐司的口感还有味道都不是很明显，就吃了一大口抹茶奶油饼干那种感觉。好庆幸自己有走进这一家，吃饱饱有点太饱了，跟我预期的一样。我刚才就是在外面纠结很久要不要走进来，因为我觉得进来以后今天的战斗力50%可能就去了，但是我觉得很值得。这2个餐点吃下来，我觉得共同的特色就是他们的用料真的超级的实在。我觉得有个小缺点是三明治，就是吐司比较薄，然后酱很多，然后蔬菜的水又很多，所以吃到最后其实吐司会烂烂的。我觉得这是我的大忌，就是我很讨厌烂掉的面包，但是因为它的口味真的很不错，所以还是会推荐给大家。吃饱饭浮空买了一下，现在来到了咖啡厅。这家位
在四味果汁凉面对面的咖啡店，叫做明明。店里的装潢我觉得算蛮有特色的，是这种深蓝色咖啡调，然后音乐非常的轻柔。大家看到我直接嘟在麦克风前面讲话，就应该知道这里走一个蛮安静的路线。我不是爱喝纯美式的人，所以我每次看到华式的美式都会很兴奋。然后昨天喝过柠檬美式嘛，今天看到蜂蜜美式，觉得蛮特别，比较常看到蜂蜜拿铁。蜂蜜美式它的色泽就是有点像红茶，然后我蛮惊讶的是，我本来以为蜂蜜美式会是偏甜的一个口感，但是它用的是东山龙眼蜜，更多的是一个蜂蜜的香气还有酸味，有点像喝蜜茶那种感觉。然后最后是到一个很像茶汤一样清爽的咖啡的口感，非常的好喝。它的桂花拿铁只有桂花的清香，然后是奶咖的那种甜味，完全不是那种桂花糖精的感觉。算是拿铁，喝起来也很清爽。甜点提拉米苏，我看拿到它是冰盘的时候，非常的惊讶。可是你再看一下这个店里的环境，它的整洁程度，突然间觉得点心冰盘好像不是什么很意料之外的事情。乳酪的味道比较突出，中间那一层泡了咖啡的手指饼干反而就是存在感没有那么强烈，有点像一块咖啡乳酪蛋糕的感觉。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厚重路线，但其实不会很发腻的感觉。我妹刚才说我头上有虫。这个是店里的环境，这个是店里的 IG 打卡。这2天访的这2家嘉义的咖啡店，我觉得都蛮意外的，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，你去每个地方的咖啡店不是都一样？很多地方的咖啡店可能就真的只有那一些比较传统的款式，真的做得很好喝。那我觉得嘉义的咖啡店每一家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。刚刚呢发生了一些意外，所以现在中午我就要回台北了。有好多想吃的店都没吃到，但我刚才仔细算了一下，这2天也吃了10家店，然后一直很在意的白醋凉面还有火鸡肉饭都有吃到，所以也算是不虚此行。但是真的没有吃够，所以下次嘉义我还会再来的。有什么大家觉得必吃我还没吃到的店，嘉义欢迎留言给我。那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